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臭豆腐不臭，我是温蒂。这周大家过得还好吗？我最近很忙，所以我开始试着做时间规划。虽然我通常不太是一个计划型的人，所以如果有我的朋友现在正在听这一集，应该会觉得很吃惊。但是因为真的有太多事情想做，然后时间又有限，不好好安排的话，真的很容易什么事都没做，一天就这样晃过去了。而且，当你一天拖过一天，未完成的进度越来越多的时候，真的要赶进度就会变得很难，很有压力。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焦虑的状态，而且赶进度赶到很崩溃，真的赶不上之后，就很容易放弃，变成3分钟热度。这边讲到3分钟热度，刚好我这周在思考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主题的时候，在 Threads 上看到一篇反思3分钟热度的贴文。贴文的原作者就是在说，他自己并不觉得3分钟热度不好，他也因为这样体验很多不一样的兴趣。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趣，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，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。好，先来问问大家，在学中文的时候，或是和台湾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你有听过这个词吗？如果要解释3分钟热度是什么意思的话，这个词是在形容一个人做事无法长期坚持，很快就失去兴趣。开始的时候很有热情，但撑不了多久就放弃了。字面上3分钟表示很短的时间，然后热度是指对于某件事的兴趣或热情，所以这个词组合起来就是在形容那些热情维持不久的人。举例来说，我们会这样用：哎呀，他做事总是3分钟热度。前阵子说要挑战100越，买了好多昂贵的登山器材，但爬了一次就没再去过第二次。类似这样的状况，用英文我们会说 short-lived enthusiasm，而 3 minutes passion 这样直接翻译的用法也渐渐的被大家接受。直接一点的话，有时候也会用 quitter 来形容这样的人。从这些翻译来看，你们大概不难理解“3分钟热度”这个词在台湾文化中就是带有不太好的意思了。特别因为在台湾，大家非常重视努力的价值，鼓励大家要持之以恒，对目标保持坚定。但是3分钟热度真的完全是坏事吗？讲到这边，想请大家暂停一下，想一想，你对3分钟热度的看法是什么？我也会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和看法。如果问我是不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，答案是肯定的。我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，而且非常。我有很多的兴趣，但每个好像都撑不太久。我曾经学过法文和俄文，但当文法开始变得困难的时候，我很快就放弃了。还有，我也学过钢琴和陶艺，去年甚至一度疯狂的迷上跳舞，每周甚至上到4堂课哦。但这些热情都没有维持很久。这些例子真的让我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很常因为3分钟热度而放弃，没有办法坚持到底。
有时候也会觉得，怎么说，就是对自己有点失望吗？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会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。法文、俄文不会说，钢琴也不会弹，陶艺技术还不成熟，跳舞也半吊子。我也会质疑这样的自己是不是有点没用，但是我不想要一直这么消极，更开始思考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。我们真的需要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才能算成功吗？这样一直坚持下去，然后呢？在台湾的文化中，成功通常被定义为事业上的成就，赚很多钱，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。就像我们常常听到中文里说的“拼命”这个词，也算是这样文化下的产物，指的就是全力以赴去完成某件事情，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或生活品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连命都不要了的意思。但其实这样对成功的追求，不仅在台湾存在，全球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。随着这样高压文化的发展，很多国家也产生了相关的负面词，例如在美国有所谓的 hustle culture，就是奋斗文化，就是在形容人们从早工作到晚，为了追求成功，大大压缩个人的生活时间。在中国也有“内卷”这个词，用来形容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，大家都拼命的努力，你不努力就会输。但是社会资源有限，大家同样在努力，反而自己就变得没有那么特别了。这些词的出现，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于外在的成功的重视，比如说事业、民生还有财富。想当然的，3分钟热度这样不过度努力、没有毅力的样貌，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不可取的做事态度。但这反而让我思考，我们是不是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被推着前进，却忽略了短暂热情的价值呢？说到这边，就想要问大家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灵魂急转弯》这部电影？里面的角色22号是一个一直找不到生命火花，让所有导师伤透脑筋的灵魂。他在不同领域中尝试了各种活动，却一直无法找到所谓的真正热爱或值得坚持一生的事情。但在最后，他发现，对生命的热忱不一定要来自于一个具体而且持续的目标，反而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瞬间，让他感受到了活着的美好。我同意成功需要努力和坚持，但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取得世俗上的成功。有时候选择放弃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。我认为啊，即使是一段很短暂的热情，也可以带来很有价值的成长。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？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看，真的会发现3分钟热度也有它的好处。首先，3分钟热度让我们可以快速的尝试很多新的事物，用试试看的开放心态去体验新事物，其实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。毕竟，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去试，那就不会知道自己对那些事情的真实想法。这样透过尝试获得的短暂经验，更能让我们快速筛选，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。再来3分钟热度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灵活性，就算尝试过后发现没有那么喜欢，选择放弃，其实也没关系啊。当你对某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热爱，与其勉强自己喜欢，
不如顺其自然，珍惜它在当下带给你的体验就好。而且过去的放弃也不代表未来不能再次找回对这件事的兴趣。就像虽然我在大学的时候修过1学期的日文课，那时候也是半途而废，但最近突然又想要开始学习。我之前连50音都没有背完，但现在我可以得意的说，我终于弄懂动词变化了。耶！最后3分钟热度也可以激发创意，尤其当我们不被单一目标限制的时候，反而更可以跳出框架，从不同的经历中寻找新的灵感。我一直都相信人生的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，尝试过的体验也绝对不会白费。就像苹果前执行长贾伯斯有一次在演讲时提到的概念 "Connect the dots"，也就是连结过去的点点滴滴。真的，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经验，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为你带来意外的惊喜。如果我们可以将每次短暂的热情当做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，享受过程中的快乐，就算没有办法坚持，我们还是可以回顾自己在那段时间学到的什么。我相信每一段经历，不论长短，都有它的意义。就像我之前学跳舞，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舞者，但当下的快乐和身体的健康是无法取代的。如果还是不想要因为3分钟热度而放弃喜欢有兴趣的事情，有一个方法是设定小而具体的目标。我觉得人会3分钟热度，其实是因为他把目标设定的太大或过于模糊。如果可以将大目标拆解成小步骤，享受过程中每个小成就，这样反而更容易维持热情。就像我现在在经营的这个频道也是这样，我就是知道自己很容易因为3分钟热度放弃，但又很想要好好的坚持，所以开始的时候我帮自己设定小目标，从构思到录第一集，每次完成一件事都会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。最后也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对自己温柔一点，不用苛责自己无法坚持每一件事情。万一我后来不想做这个频道，觉得厌倦了，我还是觉得曾经做出这些内容的自己真的很棒诶。而且不断探索不同兴趣，体验新事物，本身就是一种幸福，不是吗？好，不知道这集会不会有点过于严肃？刚刚讲到一半，其实有点担心，只是因为最近刚好在反思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努力和坚持的推崇，会不会有时候反而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或是有毒的鸡汤呢？所以很想要透过这集来激发大家去做不一样的思考。也想和那些可能正在犹豫是否要开始某件事、刚起步或者尝试后很想放弃的朋友们说，没关系，好好享受当下的过程就够了。因为我觉得愿意去尝试，光是这个行为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和嘉奖的事了。嗯。好啦，不知道大家对这集有什么感觉呢？希望今天的内容不会让你们觉得太说教。最后，想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因为3分钟热度而放弃过的经历呢？现在回头看当时的选择，有什么想法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非常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，让大家知道有时候放弃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以上是今天的臭豆腐不臭，我是温蒂，谢谢你们收听，拜拜。